如果你真的关注人类的未来，那么有2场实验你必须看懂。第一场实验发生在1752年的费城，一个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男人在雷雨交加的夜晚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完全是疯子的事情，他把一只风筝放到了充满了致命闪电的天空中。在那一刻之前，闪电被认为是上帝的怒火，是不可知的神力。但在那一刻之后，当电流顺着被雨水打湿的麻绳击中他指尖那把铜钥匙的时候，人类的历史被改写了。富兰克林用生命验证了一个真理：闪电的本质就是电。从此，不可知的神力变成了人类可以驾驭的能量。第二场实验发生在2016年的旧金山。这一年，黄仁勋做了一件在当时看起来同样有点莫名其妙的事情。他亲自开着车，后备箱里装着辉达刚刚研发出来的第一台 AI 超级计算机 DGX-1。他把这台机器送到了一家位于旧金山的初创公司。那家公司当时没什么名气，办公室简陋，只有几十个员工，甚至连像样的家具都不多。那家公司的名字叫 OpenAI。当时没人知道这台机器意味着什么，就连黄仁勋自己可能也没完全预料到，他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台电脑，而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就像富兰克林的那把铜钥匙一样，这台机器开启了人类的智能时代。时间快进到9年后的今天，2024年10月28日，华盛顿特区 GTC 大会，还是那个穿着皮衣的男人站在巨大的舞台中央，但他身后不再是那个简陋的初创公司办公室，而是全球科技界的目光。他宣布了一个震撼世界的数字：辉达已经拿到了5000亿美元的订单，而这5000亿美元都是为了争夺一种叫做 Grace Blackwell 的新一代 AI 超算系统。从一台亲自送货的电脑到5000亿美元的疯狂订单，从一家做游戏显卡的公司到市值超越俄罗斯整个股市总和的科技巨兽，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多数人看这场演讲看到的是股价的狂欢，是芯片性能的提升。但是在反复观看了这场2个小时的演讲，逐字研读了每一句台词后，我突然感到背脊发凉，因为我意识到我们都看错辉达了。大多数公司拼命追赶的技术从来不是辉达真正的护城河。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条长视频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黄仁勋的商业帝国。你会发现，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芯片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在所有人之前看见未来的故事。要看懂今天的辉达，我们必须回到一切的起点1993年。那是硅谷的黄金年代，但那是属于英特尔的年代。当时的科技界有一条像圣经一样的定律——摩尔定律。戈登·摩尔预言，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性能翻倍，成本减半。这简直是商业史上最完美的商业模式。你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等着时间流逝，你的产品就会自动变好，成本会自动降低。所有的硅谷公司都在围绕着英特尔的 CPU 转。CPU 就是绝对的王者，是计算机的大脑，是一切计算的核心。但在那个 CPU 统治一切的时代，黄仁勋做了一个奇怪的决定。他成立了辉达，然后说我们要造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器，叫 GPU。 当时的投资人问他，这东西是干什么的？黄仁勋回答，做 3D 游戏图形渲染的。投资人又问，市场有多大？黄仁勋说，我们相信 3D 游戏会改变整个娱乐行业。你可以想象当时投资人的表情，在他们眼里，这就是个做游戏配件的小公司。就像在汽车工业最发达的时候，你说你要做一种专门给玩具4驱车用的马达，哪怕你做得再好，天花板也就那么高，能有多大出息？但这还不是最疯狂的。更要命的是，黄仁勋不仅要做 GPU，
他还要做一个全新的编程模型，叫 CUDA。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简直就是自杀。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程序员都已经习惯了用 C 语言给 CPU 写程序，那是通用的标准，是康庄大道。而 CUDA 是什么？是一门全新的、晦涩难懂的语言，而且只能在辉达的显卡上跑。这就好比全世界都在说英语，你突然发明了一门火星语，然后跟作家们说，来吧，放弃英语，用火星语写作吧，虽然现在只有火星人能看懂。谁会用？谁愿意用？辉达在那几年为了推广 CUDA， 不仅投入了巨额的研发费用，导致股价腰斩，还要面对华尔街无休止的质疑，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这个没人用的东西上？但在这次华盛顿的演讲中，黄仁勋说了一段话，彻底解释了他当年的疯狂。这也是我听过的关于战略眼光最深刻的诠释。他说，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全新的编程模型，不是因为我们想与众不同，而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物理学的本质问题，摩尔定律终将失效。我们早就观察到，总有一天，虽然晶体管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但性能的提升和能效的增长将会放缓。那个免费午餐的时代会结束，而那个时刻就是现在。我们的线性扩展已经停止了。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但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洞察。当所有人都在拼命优化现有路径 CPU 的时候，黄仁勋已经看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是一堵墙。他在30年前就在那堵墙的旁边开始修一条没人走的泥泞小路。事实证明，他赌对了。10年前，摩尔定律开始失效， CPU 的单核性能提升越来越慢，变成了挤牙膏。但是人类对算力的贪婪是没有止境的。大数据、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这些新物种对算力的渴求是指数级的。这时候大家突然发现 CPU 跑不动了。晶体管虽然还在增加，但堆在一起不仅性能不涨，反而发热量巨大。在这个绝望的时刻，大家回头一看，发现黄仁勋在那条小路上已经修出了一条高速公路。辉达的答案是并行计算。既然一个超强的 CPU 做不到了，那我就用几千个、几万个小核心 GPU 同时工作。就像把一个爱因斯坦换成1万个普通大学生，虽然单个智商不如爱因斯坦，但在处理海量简单数据时，1万个大学生比一个爱因斯坦快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 AI 训练，所有的 ChatGPT 都离不开辉达的 GPU。不是因为辉达运气好撞上了风口，而是因为在30年前，当别人都在捡地上的金子时，黄仁勋选择去挖一口深井。他孤独地挖了30年，终于挖到了地下河。演讲进行到一半，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黄仁勋拿出了一块像美国队长盾牌一样巨大的东西，那是辉达最新的 NVLink 72芯片板。他举着这块沉甸甸的板子，说了一句非常凡尔赛的话：如果我们要做一块巨大的 GPU 芯片，它就会长成这样。台下一片惊呼，大家都在感叹它的尺寸、它的工艺、它的价格。但真正让我震惊的，不是这块芯片有多大，也不是它上面集成了多少一个晶体管，而是黄仁勋接下来说的那段关于设计哲学的话。他说，10年前我们只需要设计一块芯片 chip， 你可以买回家插在主板上完事。但是现在为了让 AI 性能提升10倍，光靠改进芯片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同时重新设计芯片、系统、网络、软件、算法，甚至整个数据中心。这叫做极致协同设计 Extreme Co-Design。 为了解释这个概念，他展示了一张图。以前辉达只设计一种芯片 GPU， 现在为了让这块 GPU 发挥出极致的性能，他们不得不设计另外6种芯片来配合它。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
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1. CPU 为了更好地指挥 GPU。 2. DPU 数据处理器为了处理海量的数据吞吐。3. 网络芯片为了让几万块显卡像连体婴儿一样无延迟通信。4. 存储芯片为了让数据存取不再是瓶颈。5. 量子计算接口芯片为了布局未来。6. 机器人芯片为了让 AI 走进物理世界。每一种芯片都不是独立工作的，它们就像人体器官一样，是紧密连接、协同工作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竞争的维度彻底变了。如果你是辉达的竞争对手，你以为你只要造出一块比 H100 更快的显卡就能赢吗？太天真了。你造出了更快的显卡，但你有配套的高速网络交换机吗？你有专门优化的存储系统吗？你有能调度几万张卡协同工作的软件吗？如果你没有，那你的显卡就是一块孤岛，性能再强也发挥不出来。这让我想起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你去买车，销售竞争对手跟你说，先生，我们这款车的发动机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马力最大，转速最高。听起来很厉害，对吧？但这时候销售 B 辉达走过来说，先生，我们的车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悬挂、电子系统、轮胎，甚至是空气动力学套件，全部是一体化协同设计的。这种协同能让你的驾驶体验提升10倍，不仅跑得快，而且更省油、更安全。你会选哪个？对于那些动辄投资几十亿美金建设 AI 数据中心的巨头来说，他们没得选，他们只能选辉达。因为辉达卖的早就不是零部件了，他们卖的是整车，甚至是 F1 车队。而且更狠的是，辉达的迭代速度简直不讲道理，他们每年都会推出新一代的整车。今年是 Grace Blackwell， 明年是 Vera Rubin， 后年还有新的代号。演讲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黄仁勋说 Grace Blackwell 的性能是上一代 H200 的10倍。请注意，是10倍。在半导体物理极限已经逼近的今天，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堆砌晶体管，能提升 50% 已经是烧高香了。为什么辉达能做到10倍？就是因为协同设计。它在芯片上提升一点，在网络上提升一点，在软件算法上优化一点，在散热上改进一点。这所有的一点点乘在一起，就变成了恐怖的10倍。这就是系统级创新的力量。当对手还在研究怎么把发动机做大的时候，辉达已经把整辆车都换成了核动力。在演讲中，黄仁勋问了台下观众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他问，很多人跟我说 AI 推理 inference 很简单，不需要那么强的算力，辉达应该专注做训练 training， 你们觉得呢？台下一片沉默。然后他自己回答道，思考怎么可能是简单的？背诵99乘法表是简单的，但思考是困难的。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大众对 AI 的认知误区。大多数人，包括很多业内人士，对 AI 的理解是二元对立的。训练 training 这很酷很难，要让 AI 阅读全互联网的数据，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要在超级计算机上跑，这是造神的过程。推理 inference 这很 low 很简单，就是把训练好的模型拿来用，用户问个问题 AI 吐个答案，就像查字典一样，随便是台服务器都能干。但黄仁勋告诉我们，这个理解完全错了。他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来解释 AI 的生命周期。预训练 pre-training
就像是孩子从幼儿园读到小学。他学习词汇，学习语法，建立对世界的基本认知，这是通用的，大家都一样。后训练 post training 就像是读中学和大学，甚至读博士。他开始学习特定的技能，学习如何编程，如何看病，如何写法律文书，学习方法论。推理 inference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这相当于他毕业了，进入职场工作。面对客户提出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复杂问题，他需要去思考哪个环节最难。显然是工作中的解决问题，因为推理绝不是简单的查字典或者背答案。当我在 ChatGPT 里输入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请帮我策划一个针对台湾市场的电动牙刷营销方案， AI 在后台发生了什么？它不是去数据库里找现成的方案，它是要进行一连串高强度的计算。一、理解意图，它要明白你问的是营销方案，不是牙刷原理。二、背景分析，它要调用关于台湾市场电动牙刷竞品消费者心理的知识。三、逻辑推演，它要规划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预算怎么分配。四、生成与修正，它生成一段话，发现逻辑不通，自我修正，再生成下一段。五、及时响应，这一切必须在几秒钟内完成。这就是思考。而且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每次的上下文都不一样。AI 无法提前计算好答案存在硬盘里，它必须在这一秒为你这一个用户实施燃烧算力。这就是为什么当几亿人同时使用 ChatGPT 的时候，它的响应会变慢。不是因为模型变笨了，而是因为思考所需要的算力太庞大了。黄仁勋在演讲中抛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趋势。现在世界上有2个指数级增长正在同时发生，且相互叠加。第一个指数， AI 模型越来越聪明，参数越来越大，思考一次需要的算力指数级上升。第二个指数，因为 AI 越来越好用，使用它的人数、频率、场景正在指数级爆发。当2个指数相乘，对算力的需求就不是线性增长，而是爆炸式增长。这就是辉达的机会。当所有人都认为推理很简单，觉得这块市场可以用便宜芯片打发的时候，黄仁勋把最大的赌注压在了推理上。他发布的 Grace Blackwell 设计目标非常明确，让推理的速度提升10倍，成本降低10倍，能耗降低10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未来的 ChatGPT 可以像和你聊天一样秒回，没有任何延迟。这意味着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在几毫秒内识别出路边的孩子并刹车。这意味着工业机器人可以实时调整姿态，完成精密的穿针引线。而所有这些智能的瞬间，背后都是辉达的芯片在疯狂运转。黄仁勋让我们明白，在 AI 时代，思考是最昂贵的奢侈品，而辉达正在努力让这个奢侈品变得廉价。如果你以为辉达只是一家卖铲子的硬件公司，那你可能严重低估了黄仁勋的野心。演讲的后半段，他展示了一个让我毛骨悚然的技术 Omniverse 全能宇宙。这不仅仅是一个软件，这是一个平行宇宙，一个数字孪生世界。黄仁勋说，辉达现在不仅设计芯片，他们还要设计整个 AI 工厂。这是什么意思？现在的 AI 数据中心复杂程度堪比一座核电站，几万个机柜，几十万根线缆，巨大的液体冷却系统，复杂的供电网络。只要有一个地方设计不合理，比如某个角落散热不好，或者某根线缆太长导致延迟，整个系统的性能就会大打折扣。而且一旦建好了再发现问题，想要修改，成本是天文数字，时间更得耗费几个月。那辉达怎么做啊？他们在 Omniverse 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先把这个工厂建一遍。这可不是简单的 3D 建模，看个外观。这个虚拟世界里有真实的物理法则，有重力，有空气动力学，有热力学，有电磁学。虚拟的风扇吹出的虚拟风，
会遵循流体力学带走虚拟的热量。虚拟的线缆传输虚拟的信号，会有真实的物理延迟。黄仁勋展示了一个真实案例，一个1000兆瓦、吉瓦级别的超大型 AI 工厂，如果用传统方式建设，边建边改，可能需要3至5年才能满负荷运转。但是利用 Omniverse， 工程师们在动工前就已经在虚拟世界里测试了无数种布局方案，发现了所有的潜在问题，优化了所有的流程。结果是建设周期直接缩短了1半。这账算起来太吓人了。时间就是金钱。对于这种投资100亿美金的工厂，每提前1天运转，创造的价值就是几千万美金。如果提前2年，那就是数百亿美金的额外收入。这就是数字孪生的商业价值。但更狠的还在后面。黄仁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们不仅用数字孪生来建数据中心，我们还用它来设计我们自己的芯片，测试我们的系统，甚至训练我们的机器人。这句话揭示了辉达技术迭代如此之快的核心秘密。这就好比打游戏，别的芯片公司是在现实世界里玩一命通关模式，设计好芯片，流片生产，测试发现有问题，修改设计，再流片。这一来一回，几个月就过去了，成本极高，风险极大。而辉达是在开着上帝模式和无限独当玩游戏。他们在虚拟世界里可以让成千上万个 AI 工程师日夜不停地模拟芯片的运行，进行1万次的试错。虚拟的试错成本几乎为0。所以当辉达把图纸交给台积电生产的时候，那已经是经过了无数次验证的完美版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辉达能打破摩尔定律，做到1年推出一代新架构。因为他们的研发是在时间流速不同的异次元里完成的。你的对手还在现实泥潭里一步步摸索，你已经坐着时间机器把未来的答案带回来了。这才是辉达最可怕的地方，它不仅拥有最强的算力，它还拥有操纵时间的能力。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有一个终极疑问：辉达做的这些事情虽然很难，但其他巨头真的做不了吗？ AMD 不行吗？英特尔不行吗？谷歌的 TPU 不行吗？亚马逊和微软都在自研芯片，他们不行吗？黄仁勋在演讲中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虽然他说得很委婉，但翻译过来就是：我是全世界唯一一家可以从一张白纸开始，同时思考计算架构、芯片设计、系统集成、软件堆栈、算法优化和应用场景的公司。这句话听起来狂妄，但仔细想想却是冰冷的事实。我们来盘点一下对手。 AMD 强在芯片设计，硬件参数很漂亮，但是软件生态 ROCm 依然拉胯，开发者要迁移过来极其痛苦。英特尔强在制造工艺和 CPU， 但在 GPU 和 AI 生态上起步太晚，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谷歌、亚马逊、微软他们的自研芯片很强，如 TPU， 但那是为了自家业务定制的私房菜，没有对外的通用生态。你不可能买块 TPU 插在自家电脑上跑游戏或做科研。只有辉达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开放的、自我强化的闭环。这个闭环有3个无懈可击的支撑点。第一， CUDA 生态的黑洞效应。黄仁勋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一个数字：350。辉达现在维护着350个不同的加速库。这什么概念？就是说，无论你是做计算光刻的，做基因测序的，做金融高频交易的，做天气预报的，还是做量子化学模拟的，辉达都有一个专门为你优化的软件库，早就给你打包好了。你是个科学家，你想用 AI 做研究，你会选择一个什么都要自己从头写代码的平台，还是选择一个已经有现成工具箱拿来就能用的辉达平台？答案不言而喻，这就是黑洞。一旦你进入了这个生态，你就再也离不开了。第二，无处不在的兼容性承诺。
黄仁勋说了一个细节，辉达的 CUDA 从第1代到现在的第13代完全向后兼容。这意味着你10年前作为一个穷学生写的代码，现在依然可以在最先进的 Grace Blackwell 上跑，而且跑得飞快。这个承诺太重要了。对于开发者来说，最怕的不是技术难，而是技术废弃。我辛辛苦苦学的技术，过2年被厂家抛弃了，那我的沉没成本谁来赔？辉达用30年如一日的一致性，给了全球开发者最大的安全感。第3，也是最重要的，格局。整场演讲，黄仁勋反复强调3个词：美国、制造、合作。他说，9个月前，政府要求我们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今天，我们在亚利桑那州全面量产 Grace Blackwell。他说，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有台积电、三星、ASML、西门子、施耐德上百家合作伙伴。他说，我们要和能源部一起建造7个 AI 超算中心，推动科学研究。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而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故事。黄仁勋很清楚，辉达再强也不可能吃下所有的蛋糕，所以他做的是搭建一个平台，让所有人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赚钱。对芯片制造商，他给订单；对服务器厂商，他给参考设计；对云厂商，他给算力；对开发者，他给工具。每个人都赢，这才是最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演讲最后，黄仁勋说了一句极具前瞻性的话，就像电力和互联网一样， AI 是基础设施，每个公司都会用它，每个国家都会建它，这才是辉达真正的野心。他不想做科技界的明星，他想做科技界的水电煤。无论你是做医疗、做金融、做交通，还是做零售，只要你想用 AI， 你就得交电费。而辉达就是那个唯一的发电厂。什么才是一家公司真正的护城河？看完这场演讲，我终于有了答案。是技术领先吗？不完全是。技术总会被追赶。是专利壁垒吗？也不是。专利总会过期。辉达的护城河是他用了30年时间，在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时候，做对了5件事。1. 选对了方向，在 CPU 如日中天时压住加速计算。2. 熬出了生态，在没人用的时候死磕 CUDA， 建立开发者信仰。3. 建起了壁垒，不是靠单点技术，而是靠全站协同，让对手无从下口。4. 跑赢了时间，用数字孪生技术让迭代速度超越物理世界的限制。5. 站到了高处，不争一时之利，而是立志成为新时代的基础设施。30年前，那个叫黄仁勋的年轻人，在所有人怀疑的目光中，选择了一块没人要的显卡。30年后，他站在华盛顿的聚光灯下，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正在经历计算史上最重要的平台转换，而这个平台是我们一手创造的。这或许就是一个真正的长期主义者应有的结局。关注我，我识才之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